尽英雄汉。笑里藏刀，人心难料，无奈世态艰严啊。正义难寻访，痴心愁断肠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风云多变幻，缘聚又缘散，浮生若梦一场幻。人生那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见真章。好情感单照，千杯最难倒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人生那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见真章。好情感单照，千杯最难倒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难道这些骷髅都是我华山派犯了门规的前辈，被囚死在这里？怎么会有这么多五岳剑派的兵器在这里？五岳剑派，无耻下流，比武不胜，暗算害人。原来这些人是让我们五岳剑派囚禁在此，所以在石壁上刻了这些骂人的话。跟五岳剑派为敌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嘿嘿，哎，是谁？泰山剑法、衡山剑法、华山剑法，为什么五岳剑派的武功精华招招都被破解？难道五岳剑派真的这么不堪一击吗？啊，不行，我就不信这些名门正派的武功这么容易被破解。我们华山派的武功这么没用吗？来呀，过来呀！这些混蛋，出来跟我令狐冲决一死战！过来呀！出鞘，破！天上道拳，破！白猴贯日，破！有凤快破！
为什么他会破解华山的剑法？啊，这些东西到底是谁刻下的？华山派真的这么一无是处吗？啊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如果他们用这些招式来犯，那五岳剑派岂不是没有还击之力了吗？哎，师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找你练剑呢。我以后再也不练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你的碧水剑呢？别再提了。怎么？是不是遇到坏人了？是大师哥，他竟然把我的碧水剑打到山崖下面去了。哎呀，大师哥太鲁莽了，要是让师傅师娘知道，你该怎么向他们交代啊？我讨厌他，我再也不想见他了。师姐。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看着平儿？万一出了什么事，那怎么办？他有手有脚，难道绑住他不成吗？陆师弟，你们不是不知道，青城派的人对平儿虎视眈眈，万一落在他们的手上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师兄，你认为这一次是青城派所为？要是冲着平儿而来，八九不离十。岂有此理！敢来我们华山抓人，简直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吗？他会不会是一时贪玩忘了回来啊？师傅、师娘，请允许我们再去找一找林师弟吧。走，林师弟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平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一整晚到哪儿去了？瞧你，全身脏兮兮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一定又跑出去抓蟋蟀了。你知不知道爹和娘很担心你啊？太令我失望了，大仇未报，不好好练功，整天就知道玩乐，这是不长性。所谓玩物丧志，像你这个样子，你怎么重振你们林家福位标举？你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母呢？师兄，平儿年少无知，好好反省就好了，不要再责怪他了。不行，怎么不长进？我一定要处罚他。平儿，这几天后院的事务由你负责。是，师傅。本来你偷偷溜出去玩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我这个当师姐的会帮你求情的。不过你也太放肆了，去了整个晚上都不回来。还有啊，武功你不肯好好练，老想溜出去玩。现在爹只是给你小小的惩罚，算你幸运了。碧水剑，我的碧水剑怎么会在你手上的？哦，难道你昨天就是为了替我找碧水剑呢？我知道失去自己心爱的东西是什么滋味，我不希望看到你难过。再说，如果让师傅知道你偷偷上撕过牙见大师兄，我想你受的惩罚肯定会比我更重。小师弟，你真的是太傻了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？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，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没事的。我干活去了。
小师弟。师娘，小师弟，你又在偷懒了。我没有啊。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，你瞧，福建的南瓜糕，给我的。是娘特地做给你吃的。你们对我太好了。怎么样？就跟我在福建所吃的一模一样，很好吃。你也尝尝看吧。味道不怎么样嘛。你是不会明白的。不管南瓜糕好不好吃，只要能够吃到自己家乡的东西，就会有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，非常的亲切。谁说我不明白啊？就好像我的碧水剑，虽然不是什么宝剑，我心疼是因为那是爹娘送给我的。只是宝剑易得，神功难求。如果有本事的话，哪怕是用木剑，也一样可以使出神功的。那就是说我学艺不精了？不，我不是说你啊，我是说我自己。我觉得自己很窝囊，来了这么久，武功平平，师父又好像不肯把武功传授给我。像我这样子，就算是有宝剑相赠，也是无用武之地的。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我岂可嘻嘻哈哈的过日子？你放心，娘已经答应把武功传授给你了。是真的吗？我求了他很久，他才肯答应的。现在有了娘的指导，你的武功肯定突飞猛进的。多谢师姐。人头在这里，我自己下不了手，你杀吧。我要的是田伯光的人头。我就是田伯光。哈哈，每一个人呐，杀不了我要杀的人，都拿自己来偿命的话，那我岂不是滥杀无辜吗？啊！我再给你3天，如果你杀不了田伯光，你休想带走蓝凤凰。小心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的脸有没有变丑啊？啊！哦，你被送来的时候啊，更丑啊！我不可以变丑的，我蓝凤凰千娇百媚啊！如果变丑的话，那我死了算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镜子，你想找死？我成全你。你干什么？带你来医病的人不守信用，杀不了田伯光。哎呀，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，怎么可以杀田伯光啊？1亿人杀1人，不能坏了规矩。哎呀，这世间有千千万万的人，你不去杀，为何偏要杀田伯光？我就是要杀田伯光。我不准，我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我就是要杀他。你要杀田伯光是吗？好，反正我对他是恨之入骨，恨不得把他给杀了。你要他的人头，我就取下他的人头给你。我就在这里。田伯光，你要杀就杀吧。田伯光，哎，你说他就是田伯光，是他送你来这里的。我真的没有看错人了。哎呦，果然是一个有情有义、有血有肉的真汉子啊！有情有义、有血有肉的真汉子，哼！
不是吗？好，我就把他的头砍下来，看看是不是有情有义、有血有肉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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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行！我今天非杀了他不可！臭淫贼，你还来这儿救我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！杀他！你别挡着我！我若不救你的话，你早就去见阎王了。别挡着我！哎，我死了！你干什么？你不能忘恩负义，要是你死了的话，会砸了人家的招牌的。对，你不能死。是不能死，不能死！你巴不得我快点死，那你就可以到处跟人家说，杀人名医，现在医死人了。那就让我死吧。哎呀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，世上就少了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，你不能死。那让我死了算了。你不能死！哎，这是你说的啊！我们走。谢谢平大夫。回来，给我回来！哎呀，别叫了，别叫了，你让还不快走，免得他改变主意。一人杀一人是我的规矩，怎么可以坏了我的规矩啊哎？呀，规矩可以改的嘛。改，那我不是要做亏本生意吗？哎呀，值得，能一睹田伯光的风采啊！我今生无悔，死而无憾。那你去死吧！啊！哼！想不到我们分开那么久，还能够心意相通，合作无间啊！别高兴得太早，平一指不杀你，我可不会手软。喂，好不容易没让他杀我，你现在却要我的命？因为你背信弃义，不守承诺。为了救你啊，我连装头颅的锦盒都带去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呢？平一指那笔账，我们算是一笔勾销了。现在我要算的是一笔旧账。哎呀，女人啊女人，你呀，心胸可以宽一点吗？陈年旧账来算什么算啊？奇耻大辱，我永世不忘。罪孽啊，真是罪孽啊！这么多年不见，你竟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为什么呢？是你毁了我一生的幸福，不是你，我就不必离开爹娘远走他乡；不是你，我也不会霉运连连，至今还没人敢迎娶。我恨你，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！女人啊，你连站都站不稳，还想杀我？要我不杀你也行，除非你杀了我。唉，我要是想杀你，何必救你呢？那你现在到底想怎么样嘛？其实真的不关我的事，都是那车盐惹的祸。一切都怪你，卖什么盐啊？姑奶奶，谁叫我家是经营米盐生意的，不卖盐卖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家乡呢？我家乡有什么不好？你家乡没什么不好，只不过是瘴气太重，害我晕倒了，才会碰上了你。天哪！爹，他死了！公子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姑娘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你呀，中了瘴气，是我和我爹把你救回来的。瘴气？啊，那和我在一起的那些人呢？全都死了。什么？公子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快进去歇着吧啊！来。姑娘菩萨心肠，救了我一命，我田伯光这一生一世是不会忘记你的。公子还是别说那么多了，快进去休息吧。哎，谢谢。哈，公子，你是中原人啊，咱苗家的粗茶淡饭，不知道吃不吃得惯呢？吃得惯。我家是经营米盐生意的，经常东奔西跑，对于吃住一向都很随便。再说，兰姑娘的厨艺那么好，实在太好吃了。哦，你也欣赏凤凰的厨艺？哎，其实呢，我在你这儿
打扰了这么久，也该走了。哦，什么？你要走了？是啊，受了您那么多恩惠，我无以回报。眼下我什么都没有，唯有内车的盐。若您不嫌弃的话，这盐就送给您。我怎么会嫌弃呢？我去告诉凤凰去，我去告诉凤凰去。哎，新郎不见了！哎呀，哎呦！哇！田伯官，你不可以走。蓝姑娘，我是不能跟你成亲的，我不能娶你的。为什么不可以娶我？你连聘礼都送了。什么聘礼啊？那车盐呢？全村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。盐怎么可以算是聘礼呢？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习俗是以盐下聘的？啊！我的天哪！我还要游戏人间，我不想为了你这颗盐而放弃整个盐田的。哎呀，相公，你别这么说，大婚被弃，你会害我被人耻笑，一家人颜面无存的。姑奶奶，姑奶奶，你不要再叫我相公，要不然我的损失会很惨重的。相公，我求求你不要走啊！哎呀，我给你跪下，我给你跪下！蓝姑娘，我田伯光虽然是风流成性，但是我不想跟你做了一夜夫妻之后就跑掉了。再说，对你曾经救过我，但是我人称万里独行，不能跟你厮守一辈子的。对不起啊，蓝姑娘，我会记得你的。哎呀！田大哥，你不要走！田大哥，你不要走！喂，等我啊！经过这么多年，我加入日月神教，浪荡江湖，再也无颜面回去见爹娘。此仇此恨，我怎么能不报呢？喂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一车盐就等于是下聘，更加不知道你一旦有了婚约，从此不能再嫁人。那不知者无罪，是不是？啊？我知道你对我有恩，救了我应该以身相许。但是，那除非是这样，你不介意我去找别的女人？喂，你想得美啊！那好啊，咱们就死了这条心了。你以前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我都可以狠得下心。现在的你，现在我怎么了啊？我现在的脸怎么了？别提了，既然你的命已经救了回来，别再提了。喂，快说，我现在是不是很丑啊？你好自为之吧。哎，我到底变成什么样了啊？喂，田伯光，快说，田伯光，田伯光，我是不是真的很丑啊？为什么？你自己看吧。还是很美。田伯光，你又骗我！下次再让我见到你，我一定把你给杀了！
冲儿，冲儿，师娘，弟子拜见师父师娘。冲儿，这些日子你在思国衙过得怎么样？弟子很好，弟子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师父和师娘。上来思国衙一段日子，你想通了没有？师兄，我相信冲儿这次已经学会了修身养性，不会再胡作非为了。冲儿，你师父这次上来是要传授你好东西啊。是紫霞神功。紫霞神功，华山九宫第一紫霞。冲儿，你是本门的大弟子，华山将来还得靠你发扬光大。师父，弟子恐怕难以负此重任呐。大丈夫岂能胸无大志，推卸责任呢？弟子是怕会辜负师父的一片众望。冲儿，如果你不想辜负师父的愿望，就好好的练功。是。紫霞神功是本门的最高气功心法，要练此功得心无杂念，否则会走火入魔。为师也不会轻易教你武功，你得先过师娘这关，我再传你口诀。师父，弟子有一事想告诉师父。冲儿，你怎么心不在焉？有放来迎！长婉，你干什么？师父师娘，弟子该死。我问你，这段日子在思国衙，你思过什么？练过什么？师父，弟子没练过什么。刚才你对付师娘那一招，我可没教过你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师父，弟子只是随手使出来的。哼，我就知道你连想都没想就随意使出来，就是这样我才生气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已经走上邪路，你再这样下去会难以自拔的。师兄，冲儿这段时日见不到我们，自行修炼才会走上邪路。不过为时未晚，及时纠正还来得及的。你一定是整天胡思乱想，才会走火入魔。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你好好的练，把那些邪魔歪道的剑法全部忘掉。嘿，冲儿，我也要走了。不过你要记住，自省无身，常思己过。谢谢师娘。洞里的秘密要是让人发现了的话，那么五岳剑派岂不是要被打得落花流水？还是毁了他。风清扬，要战胜别人，首先要战胜自己。一个毫无信心的侠士，注定是要吃败仗的。你是谁？你不必管我是谁，你要记住，身为华山弟子，就要对华山剑术有信心。可是五岳剑派的招数，都一一让人给破解了。这些武功招式，到底是什么人留下来的？魔教。真的是魔教？难道我们五岳剑派曾经做过什么陷害人的事情，所以他们才会写下这些？不是。相传当年，葵花宝典曾经一度在华山出现，
葵花宝典？那个时候，连岳不群都还没出世。魔教得知此事，就派了10长老来攻华山，想夺取宝典。幸好得到衡山、嵩山、泰山、衡山4派来相助，魔教铩羽而去，但宝典却给他们抢了去。5年后，10长老卷土重来，他已经想好了如何破解五岳剑派的招数。2次大战，五岳剑派吃了大亏，死伤惨重，而那魔教10长老也中了五岳剑派的埋伏，被困在山洞之中，无法脱身。所以他们不服气，就刻下了这些骂人的字句，而且还留下了所有破解的招数。因此，你该好好的看看，敌人是如何破解五岳剑派的招数，怎么可以毁了他呢？武功炼至巅峰之际，也是变幻莫测，既是硬生生的招数可破，随机应变，博学灵用，见招拆招，必能化险为夷。随机应变，博学灵用，见招拆招。切记，支持者近乎勇。华山弟子，前辈，前辈。小师妹，真的不怪我啦。怪你的话，就不会拿东西来给你吃了。真的不生大师哥的气喽？谁说不生气啊？这么好的机会让你学紫霞神功，你竟然白白的错失掉。小师妹，如果我们华山派的武功招招都被破解的话，你说是不是件很可怕的事啊？要破你的招数当然可以了，不过要破爹的那就难了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洞口里啊，我看……哎呀，这山洞又窄又小的，现在困得你啊，连心胸都变窄了。哎，小师妹，大师哥，爹对你已经很宽容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练功3个月，争取爹把紫霞神功传给你啊。为什么？爹教你紫霞神功，你就可以偷偷教我啊，那我也可以偷偷教小师弟，到时候小师弟就可以去报仇了。还有哦。这些南瓜糕是娘特地做给小师弟吃的，不过他却叫我拿上来请你吃，所以啊，你应该投桃报李才对啊。小师弟的为人真的很好的，他知道我把剑弄丢了，千辛万苦的帮我找回来呢。而且啊，现在他的武功啊也大有进步，对招的时候也越来越有板有眼呢。大师哥。你一定要修身养性啊，爹才会把紫霞神功传给你的，知不知道？我知道啦，只要你开心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行不行？这是你说的，那一言为定了。我现在要赶着下山陪小师弟练剑，你自己吃东西吧，记得你答应我的话哦。
参见圣公。大家听到蓝凤凰的消息了吗？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继续查看，要记得这件事不得向任何人泄露。退下。是圣公。怎么还不退下？圣姑，凤凰，圣姑，这些日子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教主暗练了一种威力无比的功力，置我于死地，我是死而复生。死而复生？凤凰已经死过一次了，若不是神医凭你旨，我恐怕今生今世都见不到圣姑了。你说的全是真的？绝无虚言。教主这个人说一套做一套，圣姑你要多加小心。大胆，竟敢在教主背后说是非！凤凰不敢，凤凰是为了圣姑好。教主在你面前装得若无其事，暗地里却杀人不见血。是你错在先，他杀你情有可原。既然我有错，就当众用门规处置我好了。他分明是以为我知道了他的秘密，才出手暗杀我。什么秘密？谁知道？我看这全是误会。错就错在你没有向教主坦白，一切都是小明的错。小明他已经死了。教主最讨厌人家背叛他了。要是早点让教主知道你是无心之过，就不会落到如此地步了。那凤凰现在该怎么做呢？跟我回去拿解药。不是我不愿意跟圣姑回去，只是凤凰，打死我也不会再上黑木崖了。你不要30脑神丸的解药了。凤凰都死过一次，还怕什么30脑神丸？大不了再死一次。凤凰现身见圣姑，是不想你为我担心。求圣姑不要再逼我上黑木崖了。莹莹拜见教主。好几天没见到你了，你上哪去了？莹莹担心凤凰，所以找到他了没有？找不到。教主为何叹气？我们相处这么多年，为何你要欺骗我？教主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最关心我的人，为我祝寿，为我奏曲。没想到原来竟是调虎离山之计。不是的。说，你叫蓝凤凰潜进我房中，居心何在？教主，那是小明闯的祸。哼，小明和蓝凤凰只是你手中的棋子。莹莹，我向来待你不薄，你竟然对我有异心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莹莹誓死效忠神教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苦心处理教务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你。你爹仙逝多年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建立的基业落在别人手里。我忍辱负重，就是要把根基打好，好在你成人之时，将千秋霸业交还给你。莹莹从没想过要接管日月神教。向问天和曲阳他们都误会我，背叛我。我一直以为你是站在我这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连你也不了解我？好，你既然想当教主，我就成全你。不，教主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为了表示莹莹对教主的忠心，请教主赐莹莹30脑神丸。莹莹得教主宠爱，
方可贵为圣姑。现在莹莹冒犯了教主，应该与其他教众一样接受惩罚。每年端午节之前会前来求赐解药，请教主一定要相信莹莹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只是不想你我为了教主之位伤了我们的感情。教主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霸业名利只不过是过眼云烟，教主之位我还是要传回给你。不，我真的不想当教主。别说了，我主意已定，你退下吧。等一等，笑一会儿，我不想看到你不开心。多年来的养育之恩，莹莹永记心中。日月神教威震武林，教主居功至伟。教主让位的好意，莹莹心里了。教主一职，实该能者居之。教主这些年来掌管教务，劳苦功高，当之无愧。莹莹何德何能，接此重任？莹莹对日月神教至死至终，教主有何差遣，莹莹随传随到。莹莹愿教主万寿无疆，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。英雄汉，笑里藏刀，人心难料，无奈世态渐炎了。正义难寻访，痴心愁断肠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风云多变幻，缘聚又缘散，浮生若梦一场幻。情感单张，
情感单车，千杯最难得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滚滚巨浪，红尘纷乱。